还好，那最难缠的国师被古潼王缠住，没法脱手，不然的话……剑无双，让我出来吧。我已经很久不曾出过手了。之前你实力太弱，我受你的影响，根本发挥不出什么实力。但现在，你借助清血之力，暂时达到了3星顶端层次，我的实力也跟着提升了不少。现在的我，勉强也可以施展一些秘术了。剑无双，你配合我。如何配合？古神的3大秘术，你不是会吗？你待会儿就全力施展幻神秘术。好，准备好了，开始！望月秘术，啸天！不可能，不可能！这，剑无双，是他，是剑无双，是这个小杂种，联合那头异兽施展的手段。这小杂种竟然还没死！都是他，都是这个小杂种！今日发生的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如果没有他，芒儿已经高高兴兴娶到冷如霜回去了。我下族与冷帝也顺利联姻，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可就因为这小杂种出现，一切全都毁了，毁了！小杂种，我要杀了你！古王，这是你刚刚那道嘶吼造成的？废话，当然，你的一时攻击也占有一定功劳。不过说到底，也是因为那些不朽军团的道尊根本就是半吊子。半吊子？那些道尊应当都是以莫大代价修炼一门歹毒的秘术，从而突破达到的道尊。可这种突破却非常勉强，比那些靠菩提丹提升的道尊都要差得多，甚至他们本质上依旧只是永恒境。我刚刚施展的秘术其实不算什么太强的秘术，普通的很，但毕竟属于音波攻击，弥漫的范围也广。最重要的是，还有你的意识攻击配合。你的意识攻击先作用在那些不朽军团的道尊身上，这些道尊根本没几个人能够抵挡，而我的音波则是在他们失去反应的情况下，直接震碎了他们体内的命核，就这么简单。原来是这样啊！不朽军团已经覆灭了，接下来便是下族剩下那些道尊了。下族家主夏涛，3转层次的道尊，而且接近3转顶端。剑无双，准备上了！好，给我滚！屠！怎么可能？死！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麾下的天位估计得全部折损在这儿。夏涛，你下族那老不死的还不出手？下族老不死，老祖一直在闭关，且这段时间是他最重要的阶段。一旦度过这一阶段，他的实力便会再提升一大截。到时候再与国师冷帝瓜分起那东西来，得到的好处也就更多了。所以老祖之前刻意吩咐，若非逼不得已，不要去影响他。老祖闭关的目的也是为了从国师冷帝手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可是如今国师与冷帝要是被萧帝阵营击败的话，那别说更大利益了，老祖还有下族怕是一点好处都捞不到。既然如此，
无双，你小心了！眼前这人不出意外，是一名4转道尊。4转道尊？道尊不是只有3转吗？有4转，不过因为4转道尊的战力远远超过3转道尊的关系，所以在这天地间，没人会称呼他们为4转道尊，而是称呼他们为天尊。天尊？天尊是道尊当中的最高层次，在这一层次，并非是你开辟出第4条道来就可以达到的，而需要具备其他条件。所以这一层次，在这天地间众多道尊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达到。像那萧帝、云帝、冷帝，他们3个虽然距离天尊只差1步之遥，甚至可以称之为半步天尊了，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天尊。可现在出现在你眼前的人，绝对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尊。当然，天尊虽然强，但跟那位国师还有古通王比起来，却差远了。那2位已经超越了道尊，达到更高的层次了。是这样啊？下族老祖是他？这个老不死的，都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不曾露面了，竟然还待在下族里边。夏雍，国师，另一人，莫非是传说中的古神一族？老祖，夏玉大长老死了，我夏族还有其他几位道尊，包括我儿子夏芒都死了。此外，还有我夏族的不朽军团也全军覆没了。是他，都是这个小杂种，因为他，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哦，不好！剑无双，快退！该死，他速度太快，我逃不掉。既然逃不掉，就拼一把。可笑！那柄刀有点意思。这一刀还不错，开！滚！大师兄，小师弟，抱歉，我尽力了。冷如霜，我不允许任何人伤他。死！好恐怖的毒啊！你便是冷帝之女。原本你应当嫁入我夏族的，但现在既然夏芒都已经死了，那你也跟着他去吧。冷如霜，快退，快退！剑无双，快走！我不后悔。啊！夏雍，我要杀了你！剑无双，该死！我要你们整个夏族被冷如霜陪葬！武神3指，一指破界。秘术，魔道真神。这小子身上有古怪，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出手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得用全力，而且对手仅仅是一个永恒境的蝼蚁。武神第2指，碎星。八荒秘术，屠魔。我竟然处于下风。
神第3旨，灭世。去死吧！竟然还有更强的意志！哼，老夫就不信了，你区区一个永恒境，真能翻得了这天？来吧！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老夫堂堂天尊，在万古界内堪称无敌，有机会敌不过你这区区一个永恒境？老夫绝不相信！老小子，你是不是把本大爷给忘了？什么？望月秘术，九曲神光！不好！下种老狗，受死！老祖，这小子，我竟然差点死在他手里。刚刚那一指，竟然没能杀死他。他应当是修炼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保命秘术，这秘术令他捡回了一条命。不过命虽然捡回去了，但代价肯定也不小。看他这般虚弱的样子，恐怕没有个数万年乃至更久的时间，根本没法修复过来。这夏庸必须要死。剑无双，你别疯！洛真王的精血强横无比，虽然令你短时间内爆发出了远远超过本身的实力，可那精血的反噬也不是你能够承受得起的。现在的你身体已经达到了承受的极限，你已经没有再战之力了，放弃吧！不可能！为了冷如霜，哪怕拼着我这尊肉身彻底崩溃，甚至拼着一死，我也要杀了夏庸，灭了夏族。剑无双，你别冲动，别冲动啊！你那小女友还没死呢。没死？是没死，你自己仔细看看。真没死？哼，先天大罪孽者，如果这么简单就能够死去，那才是怪事儿。不过如你再多当个片刻，那他说不定就真死了。国王，快进入他的体内，替他疗伤啊！进入他体内，若是其他人也就罢了，他可不行。先天大罪孽者，大罪孽缠身，我嫌命长才会钻入他体内。放心吧，有我在，他死不了的。还好，师兄也没事儿。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本地那么多年的积累，就只差最后一步。如此重要的关头，本地岂能一败涂地？不会的，本地绝不会败，更不会败在这姓萧的手中。国师，国师！夏庸，你竟然败给了一个小家伙，真是废物！不错的小家伙，而且竟然也拥有王族血脉。国师，快想办法，想办法！我们不能败，不能败！想办法？快启动大阵！启动大阵？现在？可本地准备的还不够充分。顾不得那么多了，现在启动阵法，就算没有准备妥当，你也可以得到莫大的好处。可是晚了，你我怕是连一根头发都捞不着。快，别犹豫了。好，本地现在便启动大阵。就该这样。夏庸，你准备好了？现在便要开始了吗？虽然还没有准备充分，且我现在的状态也极其虚弱，但如今局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能得到多少好处便得到多少。
开始吧。哎，怎么回事？听说皇城内此刻正爆一场旷世大战，难道内战动静太大，都波及到这里来了？贱婢，你竟然敢这样做！开弓没有回头箭，本帝既然用了，那便绝不会回头。该死的贱婢！本帝这么多年花费莫大代价造就了那36根天魔柱，现在总算是回报本帝的时候了。等了这么久，总算来了。那是气运。不会错的，那是气运，是东土大唐漫长岁月累积的气运。竟然是气运！气运？什么是气运？气运是存在着天地间一种非常奇妙且近乎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一定的气运，只是强弱层次不同罢了。一些具备莫大气运的人，他们往往得天独厚，就相当于受天地宠溺。他们得到机缘、得到造化的几率，比那些气运低的人要高得多。像你，能够成为逆修，且觉醒古神血脉，甚至拥有众多宝物手段，这都是因为你的气运非常一般。气运对于一个普通武者便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气运对于一个莫大国度而言，那就关乎在兴衰存亡。像这东土大唐，在这一界存在了那么多年，那么漫长岁月的累积，所具备的气运超乎你的想象。而现在你眼前的这几个敌人，就是在打东土大唐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浩瀚气运的主意。东土大唐的气运，冷帝与夏族联姻，且当初与萧帝决裂，难道就是因为这气运之争吗？可这气运，他就算得到的再多，也只能令他们机缘福泽深厚一些罢了，有必要这样吗？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达到道尊层次，这些虚无缥缈的气运，你看不见也摸不着，或多或少你也不会太在意。可到了道尊，特别是到了道尊的顶端层次，这气运就极其重要了。对那些站在顶尖层次的道尊而言，气运不仅可以让他们得到机缘宝物的几率大增，且对他们实力提升上也有不小的作用。此外，如果聚集的气运足够多的话，那些顶尖道尊甚至可以依靠这些气运去强行突破自己的瓶颈。而这几人在之前应当是做好了众多准备，利用特殊阵法将这个东土大唐的气运完全汇聚而来，然后据为己有。一旦得到这些气运，他们可以得到莫大的好处，但这东土大唐却完了。我明白了。贱婢，你今日所为，如何对得起师尊？哼，不过是一些气运罢了。等我实力突破之后，我再想办法重振东土大唐，或者干脆重新开创一个更鼎盛、更加强横的国度便是。啊？这是……不对，不对！怎么了？不仅仅是气运，那大阵汇聚而来的，不仅仅只有东土大唐的气运，还有另外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如果我没看到，应当是天地万物的生生之力，而且好多，太多了。生生之力？国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儿？
都到了现在这一步了，你才问老夫怎么回事儿？冷弟，你当真以为老夫让你布置的是汇聚众多气运的大阵吗？实话告诉你吧，老夫让你布置的乃是我血煞门独有的血煞噬灵大阵。血煞噬灵大阵？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说他怎么会有那血煞降甲呢？原来他竟然是血煞门的人。血煞门？血煞门是一方无比歹毒，几乎是人人喊打的邪恶宗门。血煞门内的人每一个都是不折不扣的大魔头。血煞门拥有很多歹毒的阵法，这血煞噬灵大阵便是其中之一。血煞噬灵大阵可以将阵法覆盖范围内所有生生之力全部强行炼化。这种生生之力可不仅仅只是针对大地之力，也不仅仅只有那种花草树木，甚至还包括人和兽。万物生灵只要是有生命有生气，将全部被强行炼化。如果这大阵已经将整个东土大唐全部覆盖的话，完了，这东土大唐彻底完了，一丝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不仅整个国度都会寸草不生，化为一片死地，就连大阵笼罩范围内的所有修炼者都得活生生被炼化成干尸，然后死去。你说什么？别怀疑，血煞门的大阵就是这般的歹毒邪恶。现在仅仅只是炼化一个国度，并不算什么。我是，你在骗我？老夫可没有骗你，这大阵的确可以将东土大唐的气运全部汇聚起来，只不过除了气运之外，还多了一些其他东西罢了。你别忘了，你体内还有着本帝留下的禁制，你就不担心本帝催禁制直接杀了你？禁制？哈哈，你不说老夫差点忘了。当初我刚见到你时，我刚刚被人重伤，实力跌落到了一个谷底，就连血煞降甲也破损了不少。那个时候的我，就算遇到一名普通的道尊，也只有狼狈逃窜的份儿。当然，我需要有个帮手，替我找些恢复实力用的天材地宝，还有99999名刚出生的婴儿。所以，老夫才特地找上了你。99999名婴儿。老夫找上你的时候，你们东土大唐刚遭逢大变，青帝陨落，龙帝失去踪迹，只剩下你与萧帝两人还在。且那个时候，东土大唐内有夏族忧患，外有其他3大国度咄咄逼人，处境本就岌岌可危。再加上你本就隐藏着极大的野心，所以当老夫找上你，提出用东土大唐的气运提升实力时，你并没有拒绝。当然了，为了彻底让你相信我，老夫自然得留点把柄在你手里，让你在我体内种下一道禁制。刚开始，老夫还处于虚弱时期，这禁制对我有着莫大的约束作用，我甚至不敢违背你的命令，生怕你一时不喜便将我给杀了。当萧帝察觉到你在打东土大唐气运主意时跟你翻脸，你要我出手对付萧帝，我也照做了。将萧帝赶走之后，东土大唐落入你一人之手，接下来
便按照老夫跟你所说，你去替我搜集大量宝物，让我恢复实力，同时利用你的权势联合下族，在东土大唐36府布置36根天魔柱，只等一切准备就绪，你二人也准备充分之后，便启动大阵。哎呀，一切都按照老夫的计划进行，唯一有所瑕疵的是启动大阵的时间，竟然会因为这场招婿大会而提前了。不过这对老夫的计划也并没有太大影响。至于老夫体内的那重禁制嘛，你可以尝试催化一下，看看结果会如何。怎么可能？蠢货，这女人真是一个蠢货。她一个连天尊都没有达到的道尊，竟然敢去跟血煞门的人做交易，去合作，还亲手替对方布置了血煞噬灵大阵，也难怪她女儿生下来会是先天大罪孽者了。蠢到了极致，她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蠢的一个女人。混账！混账！道元子，本帝要杀了你！杀我？就凭你？哼！现在这血煞噬灵大阵已经启动，大阵一成，我便是这大阵当中的主宰，谁有资格杀我？道元子，你可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还不赶紧住手！不然，若是让我家店主大人知晓，必杀你！你家店主？你说的便是那位虚空神殿店主吧？虚空神殿店主的确有几分能耐，现在的我还真未必是他的对手。可别忘了，现在你们都在这血煞噬灵大阵之内，与外界彻底隔绝，你们根本没法传讯出去。那位空虚神殿店主又岂会知道这里面的事情？再说了，就算他知道了，真的赶过来了，又能如何呀？血煞噬灵大阵坚不可摧，别说是仅仅一个虚空神殿的店主了，就算是两位绑在一起，他们又岂能将我这大阵破去？等我将东土大唐生生之力彻底炼化，锻造出血煞魔躯来，到时这一界之内，还有谁能够阻我？该死！这便是血煞门的血煞噬灵大阵吗？早听说血煞门的人手段邪恶，残忍无比，今日总算是见到了，但不知凭无现在的战力，能否将这血煞噬灵大阵彻底破去？古铜王，古神秘术，一指即灭！来吧，来吧！竟然完好无损！没用的。古铜王，你若是巅峰时期，这血煞噬灵大阵对你自然不难。可现在你的实力还不足巅峰时期的1成，估计连那位虚空神殿殿主都未必比得过。现在的你也想破开我这大阵的结界，真是可笑。这大阵吾没办法。难不成我们都得死在这结界当中？贱婢，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国王，
是不是只要破开道元子周边的结界，这血煞噬灵大阵便可以破去了？剑无双，你打算做什么？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次，若到了必死之局，可以强行将那滴精血完全吞噬，从而博取一线生机。话是如此，不过眼前的局势对你而言，却未必是必死之局。哦，剑无双，你待会儿若是听我的，我可以担保，你可以带着你的小女友，活着从这血煞噬灵大阵中走出来。就我们2个人，那其他人呢？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管别人？管好自己才是真的。那如果我强行把那滴精血全部吸收掉，实力暴增以后，破开那道元子结界的几率有几成啊？那道元子的结界是由血煞噬灵大阵造成的，非同小可。即便是现在的古潼王全力以赴，也没办法对那结界造成任何伤害。如此厉害的结界，你若是强行将精血全部吞噬掉，短时间内爆发出的战力或许会比现在的古潼王要强，但能够破去那结界的几率顶多也只有1成。1成吗？1成足够了。剑无双，你说什么？若是连一丝可能也没有，或许我会听你的，带着冷如霜逃命。可现在待在这东土大堂内的有我的师兄，有德有恩的萧帝前辈、帝景前辈，还有我的2位生死兄弟，他们都在这里，还有亿万万无数无辜的人。为了他们，别说1成的几率了，哪怕是1%、1/1000的几率，也足够令我豁出一切去拼了。剑无双，你当真决定了？国王，待会儿若是失败了，你带着冷如霜想办法离开这里。好，我尽力。剑无双，那小畜生都已经到这般地步了，他还能发出什么浪来不成？难不成他还真能将道元子给灭了不成？我倒是希望他能够做到。他若真能灭了道元子，那也一并救了我们。至于他与我夏族的仇怨，他接连施展了那么多手段，那些手段岂是这般好用的？据老夫估计，他就算真能灭了道元子，他自己的命也得丢在那里，也省得我们找他报仇了。6星顶端古神，甚至接近7星。明白了，这小家伙身上应当是拥有一尊古神留下的传承精血，且那尊古神的实力必然极强，甚至可能比我巅峰时期还要强得多。可惜，拥有这样的一滴传承精血，这小家伙今后最弱都可以达到6星古神层次，甚至更高。可现在强行将那滴精血完全吞噬，不仅仅将这精血完全浪费掉，甚至连他的性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传承精血只能被1人炼化，不然如此强横的一滴传承精血，足以让我的实力恢复最起码5成。到时候要破除这血煞噬灵大阵就简单多了。但现在只能靠这个小家伙了。他抛出了什么？怎么了？这是什么？山河设计图，山河为掌，9州为印。天哪，这到底是什么手段？一座大陆，还是一座世界？竟然是真的！不可思议，这手段简直不可思议呀！
道元子，你不该来这一届，更不该布下这血煞噬灵大阵，以1亿万生灵为代价去促成你所谓的血煞魔躯。为了东土大唐，为了1亿万的生灵，必须死！天地9州，青州为印，一印开天！6星古神又如何？我血煞门的血煞噬灵大阵一旦成型，坚不可摧，你破不了。没用的，没用的，谁来都没用。这东土大唐必将成为我血煞魔躯的养料，没人能够阻挡我。没人能够阻拦你，那倒未必。不可能，不可能！难道混沌神宝？这画卷世界是混沌神宝？怎么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一届怎么可能会有人拥有混沌神宝？不要！去死吧！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呐！我剑无双，从来不会令自己的兄弟至亲好友们失望。以前不会，今后也不会。老三，老三，别过去！怎么了？那么强大的一滴传承精血，强行吞噬，如此恐怖的力量，不是他一个永恒境所能掌控的。剑无双，小子，我劝过你，可你自己不听，非要逞英雄。现在好了，别人的命保住了，你自己的命能不能保住，就是未知数了。没办法了。老三，师弟！贱婢，这便是你干的好事。玄一，今日之战无已尽力了，你我之间的约定到此为止，再会。结束了。这不可思议的一战，总归是结束了呀！这一战出现太多波折了。那剑无双真是一位绝世天才呀，一位远远超越我等想象的绝世天才。可惜这位天才最终却死了，可惜了。国王，这是哪里啊？你管这里是哪？你只要知道这里没人能找上你，你可以在这里尽快地将自己的肉身恢复过来便是。修复肉身？单单意识苏醒便耗费了这么久，而修复肉身的过程可要复杂麻烦得多呀，还不知要多久才能彻底恢复过来呢。哼，这还不是你咎由自取？你当初若是听我的，带着你的小女友直接离开，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你的肉身还好好的，甚至连洛真王的精血你也保留了70%之多，多好！你还算好的，毕竟你是逆修，且刚好处于不死不灭的层次，即便肉身彻底粉碎化为血雾，你都可以存活，且再度恢复过来。可若是换成普通武者，或者你不处于不死不灭的层次，你敢这样玩，绝对死无葬身之地。对了，那一战后来怎么样？还能怎样？那道元子被你杀了，那血煞噬生大阵也彻底破去了，结果自然是你们赢了。当然，就算赢了，
那也相当惨烈。惨烈？看样子我得尽快恢复肉身，恢复实力，然后赶回东土大唐了。尽快恢复？哼，你还是别想了。你现在的状态，没有较长的岁月，根本修复不过来。当然，你气运不错，杀了那道元子。那道元子死后留下的乾坤戒被我弄来了。他是雪煞门的人，身上宝物有不少，其中就有一些可以帮助你修复肉身、恢复实力的宝物。有了这些宝物，你可以大大缩减修复的时间，但最起码也得要上千年时间。上千年？不过上千年而已，不长，一眨眼就过去了。唉，对了，国王，那道元子还有那血煞门到底是什么来历？他们应当不属于这方世界了。你猜的没错，那道元子的确来自这方世界之外。剑无双，你应当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现在所在的这一界虽然也无比庞大了，但并不代表它就是这天地的全部。这个我知道。我们所在的这片天地浩瀚无垠，它的辽阔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而这片天地也有着一个统称，叫做万古混沌世界。万古混沌世界由一个又一个数之不尽的世界组成，这些界面有统一称呼，就叫万古界。像你所在的这一界，仅仅只是其中之一罢了。而这些万古界一般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称呼。据我所知，你们这一界的名字叫做清火界。清火界？怎么就感觉跟千古界似的？如此浩瀚的世界，自然也就造就了数之不尽的顶尖强者。就算拿道尊来说，若仅仅只是在一方万古界内，道尊已经是顶尖强者了。可若是放到浩瀚的万古混沌世界来说，却算不得什么了。能够在浩瀚万古混沌世界屹立于世界顶端的，都是拥有着通天手段的大能者。像星辰一脉的创始者，随手便可以创出一个莫大的星辰雾海。还有我之前的主人洛真王，身为8星王族古神，这2位即便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都可以站在顶端。至于你在之前那一战上看到的7星王族古神古铜王，他就要差得远了。同样是王族古神，7星与8星也仅仅只是1星之差，差距有那么大？当然巨大。剑无双，你现在实力还弱，还不明白。等今后你实力提升上来了，有机会离开这清火界，去外界闯荡后，有了一定见识后，你便知道了。7星与8星一步之遥，却犹如天壤之别。至于那道元子，他本人对浩瀚的万古混沌世界来说，自然算不得什么。距离那最顶端差的108000里，但他所在的雪煞门却是万古混沌世界内拥有滔天凶名的无比恐怖的一方宗门。这方宗门即便是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等超级存在，也不敢有丝毫小觑的。这样啊？你现在实力还弱得可怜，知道这些也没用。等什么时候你突破达到道尊了，有能力离开这清火界去外界闯荡了，我自然会将那些该告诉你的东西全部告诉你的。而现在的你，当务之急便是恢复肉身，然后想办法朝道尊发起冲击。说得对。
慢慢来吧，你先恢复肉身。你强行将洛真王留下的精血吞噬，那精血之力你浪费了90%以上，但还有很小一部分在你吞噬精血的时候被你炼化，融入到你的肉身当中去了。你的肉身恢复过来，实力应当也能比之前提升一些。啊？此外，那道元子留下的众多宝物中，也有几样对你颇有益处。等你恢复肉身后，再慢慢去尝试。道元子留下的宝物？哼，瞧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那道元子留下的宝物是好，对你有用的也有几件，可就算他所有宝物加起来，价值再翻上10倍，也比不上你手中的那幅山河设计图。山河设计图？什么是混沌神宝？混沌神宝是流传在万古界混沌世界当中极其珍贵也极其罕见的宝物。这等宝物，寻常的强者是没法拥有的。虽说对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等顶尖存在而言，一件普通的混沌神宝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对那些实力比他们弱上1-2个层次的强者而言，这混沌神宝就无比珍宝了。像那古通王，一件混沌神宝足以令巅峰时期的他都为之眼馋呐。这么珍贵啊？是啊，而且这山河设计图在炼制过程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手段，隐藏了它的一些气息，所以当初你得到它时，我都没法看出它是一件混沌神宝。直到你在那一战当中施展这山河设计图的威能，我才看出来。剑无双，这山河设计图是你师尊送给你的吧？是。我现在对你的那位师尊倒是越来越好奇了。之前给了你一门提升意识强度的秘术，又拿出了13800柄地神兵来给你当聘礼，甚至他还给了你一件混沌神宝。即便在万古混沌世界里边，能够拿出混沌神宝的强者也绝对不多。至于能够炼制出混沌神宝的炼器大师，更是少得可怜。你的师尊竟然能够将一件混沌神宝交给你这做徒弟的，他的来历必然非同凡响。或许他跟星辰一脉创始者洛真王那等顶尖大能比起来，还要差上不少。可在万古混沌世界内，他也绝不可能是无名之辈。我已经很久没跟师尊传过讯了，也该向他报个平安。师尊，我还活着。我知道，早在你成为我亲传弟子时，我便用特殊的手段在你体内抽出了一道剑种，这剑种与你性命相连。现在我的剑种虽然虚弱到了极致，但毕竟还未彻底湮灭，这就代表你还活着。我现在处于虚弱状态，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方才能够恢复过来。别着急，慢慢来。之前发生在东土大唐皇城内那场大战，多谢师尊出手相助。皇城内战出手助你的是古潼，跟为师可没什么关系。你要谢就去谢他吧。对了，师尊，在那一战上，当我用山河设计图将那道元子斩杀的时候，那道元子说这山河设计图是一件混沌神宝。哦，那道元子的眼光倒不错嘛，不愧是血煞门的人呢。那的确是一件混沌神宝，可惜是一件破损的混沌神宝，威能早就大打折扣了。破损的？虽然是破损的，但给你使用却是绰绰有余了，你先用着便是。啊，明白了。师尊，你之前给我的万道经，应当是提升意识的秘术吧？哦，你知道了。果然是。意识对一个武者而言非同一般，你现在实力还很弱，还感受不到什么。等你以后实力更强了，
便知道意识强大的好处了。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师尊您真的是一个永恒境吗？为师当然只是永恒境，且是货真价实的那种。随随便便来个道尊，说不定可以直接杀死我了。你现在的实力都比为师我要强得多呀。好了，有些事情你也不用问，你以后慢慢的就知道了。你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恢复实力吧。那东土大唐现在的麻烦不小，可都还在等着你呢。师尊，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是什么背景，也不管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你既然是我的师尊，那就永远都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东土大唐现在麻烦不小。王元老大，老三，真的是你啊！你没死啊？是我。可是我之前都是亲眼见到你化为漫天血雾了的。化为了血雾，也不见得就必死无疑吧？也对啊。太好了，太好了！你居然真的没死！我要立即将这消息告诉老二，告诉萧帝前辈他们去。哎，别着急。啊？怎么了？王元老大，我问你，现在东土大唐的局势怎么样？局势有些不大乐观。10年前那一战，虽然冷帝战败，被萧帝前辈亲手镇压，可那一战太过惨烈疯狂。东土大唐经过那一战之后，元气已经大伤，气运也大损。且那一战，夏族最高层战力几乎全失，夏族漫长岁月的积累底蕴，还有众多宝物，肯定无法再保住。所以东土大唐当中，不少的顶尖氏族都在打夏族的主意。而夏族的那位新家主也够狠辣，竟然不惜花费莫大代价，在短时间内打造了一支不朽军团，跟那些氏族周旋。这10年里，东土大唐内可以说是一片混乱。萧帝前辈跟云帝前辈呢？有他们2位坐镇，东土大唐那些氏族应该没有人敢放肆吧？老三，你有所不知，很早之前萧帝前辈被冷帝击败，战败后他便淡出了东土大唐的视野，他在东土大唐的威信也渐渐丧失了。现在虽然重掌东土大唐，可那36府府主没有一个是真的愿意臣服在萧帝前辈之下的。且10年前皇城之战，他与云帝都被那道元子重创，到现在他们2位的实力都仅仅只剩下3成，就算想要用武力强行令对方臣服，也很难做到。此外，冷帝虽然被镇压，可他独自掌控东土大唐那么多年，他手下的亲信数不胜数，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兴风作浪。萧帝前辈现在也只能全力镇压冷帝的人，根本没办法腾出手去搭理东土大唐那些氏族，只能任其混乱下去，等他实力恢复了再说。这样啊？东土大唐现在虽然混乱不堪，但既然老三你还活着，那就容易解决了。哦，老三，你可是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东土大唐的英雄，10年前那一战，令你在东土大唐里面几乎彻底被神化了。即使到现在，东土大唐各个角落都还在谈论着你的事迹，东土大唐无数年轻武者更是以你为榜样。再者，你实力强横，虽说10年前的那一战是动用了一些独特的手段方才拥有的那般战力，可你还很年轻啊，你还仅仅只是一个永恒境，便能够做到那般地步，那等你成为道尊了，又该如何？到时候恐怕整个万古界都没人是你的对手吧。如此高的威望，实力又强，最重要的是还拥有不可思议的潜力。你若是重新站出来，根本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只要在东土大唐内与萧帝前辈一同露个面，表明你没死，且绝对站在萧帝前辈阵营里，东土大唐那些个什么氏族、36府的府主，谁还敢放肆？谁还敢不听号令？我在东土大唐内有那么大能量？哼，剑无双，你到现在还不清楚你自己都做了什么？你可是杀了一位血煞门的强者，
别说东土大唐内的那些人了，就算在这清火界站在最顶端的强者们，也没有一个人胆敢小看你。最重要的是，你还仅仅只是一个永恒境，在清火界的人眼中，你的潜力实在太大了。你的潜力之大，在这清火界可以称得上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只要机缘和运气都不差的话，今后成为道尊，乃至越道尊，都是轻而易举的。如此大的潜力，在清火界里边，能有几个人敢得罪你？王元老大，我还活着的消息，你暂且不要告诉其他人。若真是有必要的话，你也只能告诉老二或者萧帝前辈。为什么？东土大唐遭逢大变，元气大伤，这般局势虽然危险，但同样也能将东土大唐内的一些毒瘤、一些潜在的威胁全部暴露出来。冷帝掌管东土大唐那么多年，谁知道东土大唐变成什么样了？萧帝前辈今后若是想完全掌握东土大唐的话，那这些毒瘤以及那些潜在威胁就得都清除掉才行。所以现在应该任由那些氏族还有36府府主去闹便是，他们闹得越凶，暴露的东西也就越多，等时候差不多了，再将他们一并铲除。另外，10年前那一战，我虽然活下来了，但是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短时间之内我也没法露面。就算你现在将我活着的消息传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反而会认为是萧帝前辈已经黔驴技穷了，到时候反而会更麻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哎，对了，冷如霜呢？她现在怎么样？公主殿下她怎么样？放心吧，她没什么大碍。她在10年前那一战的伤势已经好转很多了，只是那一战之后，她便一直陷入昏迷状态，到现在还没有苏醒呢。还在昏迷？国王，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事我也不清楚。先天大罪孽者，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内，也异常罕见，罕见程度甚至丝毫不亚于你们逆修。我当初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虽然碰到过一位先天大罪孽者，但先天大罪孽者也有一定了解。可你的这位小女友跟我所知晓的先天大罪孽者似乎有着极大的区别。有区别？剑无双，你先别着急，你先努力恢复自身肉身实力，等恢复好了，你去东土大唐再次见到你的小女友，让我仔细看看，钻研一下，或许可以给你答案。明白了。王元老大，东土大唐内部的混乱你多留意一下，要是出现了什么大变故，立即传讯告知于我。好。以我现在的状态，就算是知道东土大唐发生变故，冷如霜陷入昏迷，也根本做不了什么，专心恢复肉身才是当务之急啊。剑无双意识苏醒后的第18年。哎呀，乱了！老三，那夏族的不朽军团被其他几大氏族联手从内部下手解决掉了，夏族失去了最后的依仗，其他那些氏族，包括东土大唐内的一些势力，还有36府的一些府主，全都一拥而上，为了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疯狂激战厮杀起来。现在整个东土大唐都乱成一锅粥了，完全没办法控制了。在剑无双意识苏醒后的第20年，老三，夏族已经灭了，彻底烟消云散了。夏族的众多底蕴宝物被各方氏族众多强者们一一瓜分掉了。这场争夺战非常的惨烈，到现在依旧还不曾结束。很多氏族都在这场争夺战中结下了大仇，这段时间依旧是彼此争斗不休。不过，萧帝前辈一直并未插手。第60年，出事了，东土大唐出大事了。是其他3大国都：西方极乐、南岭天朝、北海神国。东土大唐之前一片混乱，这3大国都一直无动于衷。可现在随着东土大唐内部的混乱争斗渐渐平息下来，
这三大国度同时出手了。这三大国度应当是早就商议过的，同时出手，且动手前还暗中收买了东土大唐的一些士族，甚至还包括了36府的几位府主。这一动手里应外合，东土大唐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呀。老三，你还要多久才能够回来啊？剑无双意识苏醒后的第121年，老三，东土大唐36府到现在已经有11府落入了那三大国度的掌控当中。在这期间，萧帝与云帝两位前辈也曾出手，可结果因为之前的伤势还未彻底恢复的关系，反而被对方再次重创，云帝前辈更是差点身死。三大国度势如破竹，东土大唐完全抵挡不住啊。第128年，老三，那三大国度的强者已经杀到皇城之前了。萧帝原本决定放弃东土大唐，带着公主殿下他们离开的，我没办法，只能将你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他。萧帝前辈知道你没死之后欣喜若狂，且立即改变了主意，耗费了莫大代价，请来了万古界第一阵法大师灵道尊，在皇城之上布置了一重无比强横的阵法。哼，三大国度的众多强者纷纷出手，结果都没法将这重阵法破开，甚至三大国度当中的最强那名已经跨入天尊门槛的强者亲自出手，也奈何不了这阵法。第210年，老三，好消息，大好消息啊！公主殿下已经醒过来了，不仅醒来了，而且她醒后实力更是大涨，几乎快赶上一般天尊了。她甚至还走出大阵，跟三大国度强者厮杀过，三大国度的众多道尊都没能奈何得了她。老三，你放心吧，有那大阵还有公主殿下在，三大国度的强者杀不进来。萧前辈他们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大阵中固守，等着你回去。第580年，老三，你还没回来啊？我们都在这大阵当中固守了数百年了，虽然没什么危险，可三大国度的人天天在大阵之外肆意谩骂，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别说萧帝前辈他们了，就算是我听的，心里也窝火也难受啊，憋屈，憋屈的很啊！老三，快点回来，宰了这群杂碎！1200年的时间过去了，1200年，我的肉身总算彻底修复好了。3星骨神，而且还是完整的3星王族骨神。哼，原本凭借内地传承精血，你只要慢慢吸收，今后最弱也能够成为6星王族骨神的。可经过你这么一闹，结果仅只达到了3星层次。不过幸运的是，你的王族血脉变得完整了。那传承精血让我的王族血脉变得完整，已经是莫大作用了。至于让我的实力更强，那毕竟是外力，能够得到自然是最好，得不到也不强求。你倒是洒脱，可你却白白浪费了洛真王的一片苦心。你小心，今后若是没法靠你的能耐达到6星层次，我第一个饶不了你。我尽力吧。当初皇城一战，我的战力便已经到达了1转道尊的最顶峰，到了现在，我的古神之力突破，到达3星层次，实力自然也是跟着暴涨。王族古神仅只是刚刚达到，古神之力距离顶端还差得很远，可最起码也能媲美人类武者的2转道尊了。再加上我的一些手段底牌，现在的我战力应当起码接近2转顶端了。国王，我记得之前你曾经说过，在道元子留下的众多宝物当中，有不少好东西是我用得着的，且对我的实力也能有巨大帮助的，都有些什么宝物啊？这是道元子的乾坤戒，你自己仔细看看，那些对现在有用得着的宝物，我已经将它们归列到一旁了。血煞降甲，混沌奇宝。混沌奇宝比混沌神宝要低上一个档次，其价值自然远远没法跟你那山河设计图相比，但也算是不错的宝物了。
在万古混沌世界，能够拥有混沌奇宝的，一般也都是强者。而这血煞降甲在混沌奇宝当中凶名极大，价值也比寻常的混沌奇宝要高得多。哦，道尊的攻击威能直接削弱99%，以我的肉身，再加上这血煞降甲，道尊当中能够伤到我的，也只有那些站在3转顶端的人了。可那也仅仅只是勉强伤到我罢了。我有古王寄生在身上，完全可以短时间之内便将伤势彻底恢复过来。也就是说，3转道尊，哪怕是萧帝、云帝那等3转最顶端的，甚至无限接近于天尊那一层次，也杀不了我。想要杀我，最低也得有天尊战力才行。好家伙，我的攻击威能竟然提升了足足10余倍！一个永恒境拥有3转道尊的战力，从今往后，在这清火界，我剑无双也将真正踏足顶尖强者之列了。血煞降甲足以令你实力大幅度提升，但其他3件宝物也都不错，你仔细看看。这飞船，那是界外飞舟，万古混沌世界巨大无垠，单单一界与一界之间的间隔，便远地超出你的想象。一名道尊正常情况下，想要从出发前往附近最近的一界，一般也需要数万年之久，就因为太耗费时间，所以那些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的强者，便炼制出了一些千奇百怪的赶路用的宝物。其中最常见的便是这种界外飞舟。剑无双，你今后若是成为道尊，势必会前往万古混沌世界闯荡的，到时候若是靠自己的脚力赶路，就太麻烦了。而你现在看到的这艘界外飞舟，虽然只是万古混沌世界最普通的那种飞舟，但价值却依旧昂贵得很。它若是在界外飞行，足以爆发出1000倍的道尊速度，可以大大缩减你赶路所用的时间。是这样，这界外飞舟我现在用不着，但将来去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却对我有大用。国王，这是什么呀？那是混元金珠，在万古混沌世界名气大的惊人，是出自血煞门的一种特殊宝物。出自血煞门？这件宝物本身并不邪恶，相反，它对任何修炼者都有莫大的作用。随便一枚混元金珠，都足以令万古混沌世界很多强者都为之眼馋。不过，宝物不邪恶，可炼制它的过程却颇为邪恶。怎么说啊？这混元金珠是炼化亿万生灵的生命力而成的。炼化亿万生灵的生命体，那不是跟血煞噬灵大阵一样？不一样，血煞噬生大阵是将亿万生灵生命力全部炼化，不留丝毫痕迹的无比歹毒狠辣的阵法。但混元金珠虽然也是炼化生命力，可炼化的仅仅只是生命力当中最为精纯极小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就算被炼化，却并不足以令人致命，甚至过段时间那人便可以彻底修复过来。这样啊，这混元金珠在万古混沌世界倒并不罕见，虽然是由血煞门弄出来的，可后来却有很多强者，包括一些势力，都在暗中用一些特殊的手段炼制混元金珠，有的甚至还特意圈养几个万古界的生灵，用来炼制混元金珠。圈养？怎么圈养？我刚刚说过，炼制混元金珠只需要一部分无比精纯的生命力而已，且那生命力还可以想办法修复过来的，所以一些势力占据一界后，便圈养这一界的众多修炼者，每隔一段时间便从这一界的众多生灵当中抽取部分生命力来炼制混元金珠。
等过段时间这一界生灵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再次抽取，如此一次次循环。圈养一界生灵，专门用来炼制混元金珠，还真够残忍的。万古混沌世界那般辽阔，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比这残忍邪恶100倍的事情都数不胜数。圈养一界生灵，又算得了什么？国王，这混元金珠到底有什么作用？混元金珠蕴含天地间最精纯的生命能量，且经过特殊炼制后没有丝毫的杂质。也就是说，混元金珠当中的能量是可以直接去吸收的，将吸收的这些能量炼化，就成了自己的东西。这可比自己去慢慢修炼去累积要容易无数倍了。就拿你来说，你现在刚跨入3星古神，古神之力也只是刚刚达到了3星古神门槛。而若是单靠你自己的修炼累积，去慢慢提升古神之力，想要达到3星顶端，还不知道要花费多长的时间。可如果有这混元金珠就不同了，这混元金珠蕴含庞大的能量，你只要不断去吸收，你的古神之力自然可以急速提升。这道元子留下的2枚混元金珠，只是那种最底端的混元金珠，以你的速度，1000年之内应当便可以吸收1枚，而完全吸收掉之后，必然能够达到3星顶端，甚至还有可能突破4星。若是2枚全部吞噬掉，你的古神之力起码可以达到4星高等层次，甚至运气好达到4星顶端也说不定的。而且混元金珠当中的能量精纯无比，没有丝毫杂质，你吸收这些能量时也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些能量对你的根基，对你今后的成长也不会有任何不利作用。这么了得？剑无双，你刚达到3星古神层次，正需要尽快提升你的古神之力。这混元金珠对你而言刚好用得着，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吞服1枚，等将这枚完全吸收掉后，再吞服第2枚。这混元金珠倒是帮了我大忙。接下来的第4件你用得着的宝物，是针对剑道上的最强之道。剑无双，你也算是走运了。虽那一战你付出了很大代价，连洛真王的传承精血都被你浪费了9成，但这一战结束后，你的收获也不小。血煞降甲、界外飞舟、混元金珠，哪一个不是令万古混沌世界当中那些强者都为之眼馋的宝物？而那道元子的乾坤界内，竟然还有一门开辟出最强剑道强者留下的心得。剑无双，这玉简当中的那条最强剑道，你可以仔细钻研揣摩，有很多东西也都可以引用借鉴，但切记，且只能借鉴，却不能模仿。道只有自己独立开辟出来，只属于自己的道，才是最强的，才能够凭此道成为道尊。可你若是一味的模仿参悟，那就算你将这条最强剑道完全悟透了，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对你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我明白。明白就好。其实我老早便看出来了，你觉醒的剑魂乃是最强剑魂，后来蜕变化为剑心，那也是最强剑心。拥有最强剑心的人，本就具备开辟最强剑道的资质。对你来说，开辟出普通级别的道、天地级别的道，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便是造化级别的道，只要花费些功夫，有些机缘，也能够比较轻松地开辟出来。不过，拥有最强剑心的你，如果仅只开辟造化级别的道去突破道尊，那就太可惜了。道
非同一般，对今后影响也极大。所以开辟出来的道越强越好，你拥有的最强剑心起步点自然极高。你也得给自己设置条底线，别的不说，你最起码也得以一条最强之道化为道尊。至于今后再开辟出的第2条道、第3条道，那你倒是可以选择造化级别的道，最起码也得以一条最强之道成为道尊。有这幅记录一条完整最强之道的玉简，我今后可以去慢慢钻研。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回到东土大唐再说。多谢。我现在是在距离东土大唐不远处的浮水域，以我现在的全力赶路的话，顶多1个月的时间便可以赶到东土大唐，再用传送通道可以立马赶到皇城。王源老大，你告诉萧帝前辈，就说我伤势已经全部恢复了，现在正朝东土大唐赶，1个月后便可以赶到皇城之外，让他们再忍耐一会儿。等我回来之后，不管是3大国度还是那些氏族强者，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国际道尊，上次大战若非有你，我可就差点被东土大唐那位景帝战神给杀了，救命之恩没齿难忘。那帝景据说是10大战神当中最早跟在萧帝身边的，也是萧帝的头号战将，实力也达到了2转层次。在我们几个里边，也就古迹道尊你能够战胜他一筹了。区区一个帝景，算得了什么呀？上次大战他运气好，才侥幸逃掉了。可若是下次本座再碰到他，必然将其彻底灭杀。那肯定，那帝境跟古迹道尊你比起来，就差太远了。现在东土大唐的那些人呢，都龟缩在皇城里，且萧帝跟云帝早就重伤，实力怕是连1/10、1/2都发挥不出。整个皇城里边，唯一能够比古迹道尊强的，估计啊，也就只有那个冷如霜了。冷如霜？哼，本座之前见过她一面，不愧是万古界第1美人，那模样还有身上的气质，的确没话说。怪不得连那剑无双都对她这般痴迷了。提到那剑无双，倒也当真了得。若非他之前为了杀那道元子死去了，他今后的成就还真不知道有多高呢。哼，再怎么厉害，现在死了又有什么用？且为了冷如霜做出那般惊天之举，可到最后又得到了什么？不过是一个蠢货罢了。走，我们去皇城前玩玩。开始吧。东土大唐的胆小鬼们！没想到曾经鼎盛时期的东土大唐，竟然龟缩在皇城之内，不敢出来了。小弟、云帝，你们2位不是号称2大帝尊吗？怎么现在也不敢露面了？我可真佩服你们2大帝尊呢，胆小鬼，就跟缩头乌龟一样，还叫什么2大帝尊？可笑，可笑至极呀！我看你们2位，干脆别叫2大帝尊了，叫2大乌龟好了。小乌龟，云乌龟，2大乌龟，东土大唐的颜面可都被你们丢尽了。我若是东土大唐的那位开创者唐皇，我都得气得从坟墓里边爬出来。我都骂了这么久了，可你们东土大唐竟然连个敢出来吱声子都没有。
当真都是一群孬种啊！混蛋，我忍不住了。帝景，上次你便已经被本座重伤，现在都还彻底未曾恢复伤势，竟然就敢出来，当真是找死啊！死吧！就算是死，也绝不会让你好过。是帝景，他出手了。剑无双，你是剑无双。自我介绍一下，我东土大唐驸马剑无双。怎么会？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哼，就算你是剑无双又如何？也不过区区一个永恒境而已。你1000多年前皇城一战时，肯定是动用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底牌，才能展露出那般实力来。而且那样的手段，绝不可能再施展第2次。本座就不信了，一个永恒境还真能翻天！9天毒龙杀！不可能！我都让你施展2枪了，你是不是也该接我一指了？不好！武神一指，破戒。接下来，该你们3个逃！赶紧逃！凭我现在的实力，有幻神秘术配合，要杀那些1转层次的道尊，倒是真是轻松。剑无双，哼，3大国度，趁东土大唐刚遭遇到大战，元气大伤，也趁我不在这段日子，你们3大国度可是猖獗的很啊！回去告诉你们3大国度的掌权者，就说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后，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就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吧。我回来了。